昨天你们电视台的人来，找到我们社区居委会的王主任，让他来劝我。这王主任他本来就是个能咋呼的人，他这一劝不要紧，好家伙，满小区的人都知道了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让我们几个去参加节目，说是能解决这个老年人婚恋的问题，还有说让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个老年的这个黄昏恋，还给那些不婚不育的人，不是恐婚恐育，哦，还给那些恐婚恐育的人做榜样。你说这哪跟哪儿啊？我们做啥榜样啊？话说的确实有点咋呼，但是人家这道理没错。什么没错呀？这么一咋呼，弄得沸沸扬扬的，满城风雨，连我儿子那单位人追着我儿媳妇问你爸又要结婚了，弄得我儿媳妇都不回家了。我这个老亲家给我打电话说，老韩呐，我们家可丢不起那人啊。你说这什么话？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跟丢人不丢人有什么关系？可不是你们这亲戚真够呛。是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这老年人再婚有啥可丢人的呀？这丢人说的不是说再婚，是指上电视。可不是，我看你们那节目了，你们那节目那主持人那小帅哥在那上面呜呜喳喳的，我们这么大岁数，我们可折腾不起。韩大爷，您看那不是我们节目，我们节目叫好好说话。反正都一样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是啊，谁说不是的呢？就连我门口保安看着我都挤眉弄眼的，还有那个卖馒头那市场小刘，哎，见到我，哦呦，哎呀，韩大爷呀，弄哪个高的呀？啊，没开2度了你，老速发薪资啊，这真是，这丢人都丢大发了，我这。韩大爷，你呀别生气啊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。我现在呢需要知道多方面的态度，不知道您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妇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什么意思？他们的意思就是不同意。他们一听说我再婚，哎，他们回答倒挺含蓄，其实都是假的。但昨天晚上儿媳妇回来了，人家发话了，说：“爸，您要是再婚呐，您前脚把老太太领回来，我后脚就离婚。”你说儿媳妇一生气，我儿子就没电，熊玩意儿。你看说的都是什么话呀？而且他儿子跟老韩说了，说呀，老韩要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以后有个病躺在床上，床前一定没孝子。这话说的太狠了吧？这个。马大妈，不知道您儿子那边现在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儿子说了，你看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他为这事儿也差点坐了牢。如果韩大哥不跟我结婚，他以后就天天去韩家闹，反正大家谁都别想好过。你看看，实际上挺好一件事儿，全是我们家我这个儿子小兔崽子给闹腾的。你说他要出来不闹腾，你说会是这样吗？你说我这小兔崽子怎么就能够是这么的一个人？周大爷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说你，我觉得啊，小周这么一闹腾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。韩大爷，您就打算一直这么跟子女那么瞒下去吗？这个事儿还想解决吗？那么现在小周这么一闹腾了以后呢，哎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好，我们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艾米，哎，艾米哪儿去了？你让他帮你买咖啡，你忘了？哎呦，他怎么这一杯咖啡要买多久啊？我这还那么多事儿让他干呢。哎呀，真是。你要复印是吧？给我帮你。啊，那谢谢你啊，小廖。关主任。哎，那个有一个律师专业期刊的记者啊，要求采访，关于罗修那个案子，他们想做一篇专栏。我想征求你的意见，你是去啊，还是？我不去。是这样的，这个案子最后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。那我觉得热度刚刚退去，我再去做采访，再说一遍，舆论又起来了，那不对我的委托人又是一层伤害吗？再说了，
我是新律师，我哪句话该说，哪句话不该说，回头说了不该说的，把咱们律所给影响了也不好。我挺你，我把他们回了啊，回掉。哎，刘胖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放弃了？要不你去？韩大爷，小韩坚决阻止您再婚，您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吗？他跟我说是他妈走得早，他心里还在怀念他妈。胡说！我可以当证明，老韩的老伴儿已经走了10几年了，12年。这儿子老说孝顺孝顺，怀念怀念的。去年清明，就是因为下点雨吧，他就借故就不去了，还是我们哥俩手挽着手一起去的呢。他还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再找个老伴儿，让人指指点点的，让人看笑话。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找个老伴儿干什么呀？不是就为了一个相互有个依靠、有个依恋、有个照应吗？这不是也给儿女减轻负担吗？怎么就不能找了呢？你们年轻人可以追求幸福，可以追求爱情，我们老年人就不追求幸福了吗？你们追求爱情，我们老年人就不应该追求爱情了吗？这是哪条法律法规定的？我怎么没读过呀？我。大哥，别着急了，就是我命不好。哎，韩大爷，您可别这么说。您有像周大爷这么肝胆相照的兄弟，在晚年的时候还能碰到一个跟您携手共度的人，这已经比很多老人家要幸福了。我冒昧问一下啊，您和马大娘结婚，这个决心有多大呀？必须的呀！你说这事现在都闹成这样了，我现在不站出来，那我还是个男人吗？我。其实我今天来，是受了一个人的委托。周大爷，您知道是谁吗？谁呀？您儿子小周。嘿，哎，我这儿子怎么？哎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您听我说完。小周现在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觉得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，受伤害最大的人就是您。不，没事。现在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呢，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狗血的老年三角恋的故事，所以他就是希望你们能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把真相说给大家听，同时堵住那些人的嘴的。什么三角恋堵嘴啊？小周说的对，他爸已经都受这么大委屈了，我到这个时候，我得为我大哥恢复名誉啊！没受委，受什么委屈了？什么？你受委屈了？什么恢复不恢复名誉？你怎么能不受委屈？我没事儿。你这样，杨主持，这个节目我决定参加了，我就舍了我这张老脸，我就在镜头前一站，你们看吧，我们就这样吗？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我们是正常的，我们是认真的。你去哪儿？我跟着就是了。说什么呢？去电视台啊？还怕不丢人呐？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知道了，还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？不能因为我丢这个人不能去，不去啊！你们俩别劝，不去。周大爷，能不能再听我说一句？韩大爷和马大娘来我们节目，跟子女调解好了。这对于社会上所有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，都是一种启发，一种启示。如果真能做到那样的话，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节目那么简单了，这将会变得非常有意义。去啊！那有道理啊。咱孩子要是不配合，咱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光我们仨没用，孩子不来怎么做呀？哎，只要你们仨同意，子女的问题我来搞定。李总，根据您的指示呢，我让财务部门对咱们这个资产出售啊做了一个方案，让财务总监给您介绍一下吧。李总，我们目前对志恒地产可以快速变现的资产做了评估，
如果将志恒地产现在在西南主要城市的一些商业街出售的话，勉强可以缓解现在的资金压力。但是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用顾虑。现在出售资产的话，明眼人一看就猜得出来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买方一定会恶意压价，肯定卖不出一个好的价格。而且西南商业街在公司的资产当中是比较好的资产，压价出售的话，我们就亏得太大了。您看一看，这是我们做的一些。没事，你接着说。啊，李总，出售这个商业街，这应该是咱们最后的选择了。现在呢，咱们有一些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的子公司啊，可以考虑现在处理嘛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！老婆，你买齐了没有？还没呢，我想买的东西在那条街。什么？等我歇会儿。我觉得这太不科学了，一定是这个规划有问题。他就应该把你想要的、想买的、想用的、想抹的，一次码齐了，放在一条街上，要不然就得累死我们这些陪逛街的。老公，你这想法太好了。等你哪天有钱了呀，你也给我买一条像你刚才说的那样的街。行啊，那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。我老公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最靓的仔。企业转型是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的。我们也曾经辉煌过，势头好的时候，志恒地产的住宅、写字楼、商业地产、养老医疗遍地开花。现在也只不过是需要缩短战线，集中精力在更重要的方向上，这也没什么好丢脸的。所以各位可以开始你出售商业街的计划书了。未来我们会面临更激烈的谈判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把我们这点家底儿卖出最好的价钱。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。李总，各位辛苦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加油。老年人婚恋的那个案子，我准备马上就做了，已经让丁宁去准备了。你都不预调解了？三位老人家已经折腾得够呛了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不想再折腾他们了。成熟了，进步了，都知道为当事人着想了啊。但是这个韩大爷跟马大娘的儿子还没有同意，我打算去做他们的工作。你太小看你王牌主持人的能力了。咻，现在挺高调啊，都自称自己是王牌主持人了。我不是说我是说赵丽。这跟赵丽有什么关系啊？她年纪轻轻，做事真是风风火火的，非要走别人的路，让自己无路可走。她为了要让韩大爷上节目，小马和小韩的工作她早就做通了。对于小马呢，她就跟小马说，只要马大娘上节目，韩大爷一定会在节目里跟她求婚。这不正是小马所希望的吗？小马当然就答应了。那现在最难的就是小韩了。小韩，赵丽是动用了基本上自己所有的关系了，对小韩施压，让小韩现在遭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，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不孝子。那么小韩跟他媳妇儿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，所以只能低头。那这么说，你现在就是坐收赵丽的劳动成果了？也不能说坐收，我让他俩去做出一个选择啊。如果非要把这件事情搬上电视荧屏的话，到底是来我们好好说话节目，还是去他的爱的魔力？那当然是好好说话了。你想，谁愿意自己的父母上爱的魔力？那心理压力得有多大呀？行了，那我工作也汇报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撤了。哦，对，马上赵丽过来啊，不管他是撒娇卖萌也好，撒泼耍赖也好，一定记得帮我好好感谢感谢他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当然得好好哄着他，不能再骂他了呀。
你不能得了便宜卖乖啊！还有那个廖望不是帮罗修的案子处理好了吗？方矮再三的感谢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感谢廖望？他帮的是罗修，方矮感谢的是你。哎，你等等，就是廖望处理整个案子的过程我看过了，你猜我当时怎么想？你怎么想？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是你来处理的话，你也一定会这么做。哼，真是抬举我。我还在想，遇到这么好的孩子，可千万不能放弃，否则今后啊就没机会了。你自己再好好想想。啊，主角啊，走，主角走，来这边请。好主意。这样的，我们先从周大爷跟周先生开始吧。您二位可以先坐在这休息一下。好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呼叫我。周大爷，跳将台阶，台阶。大爷欢迎啊。好，周大爷，您坐这边。哎，请坐，请坐啊，周先生。好，那个。你先去忙，我跟他们聊一下。OK，那你随口。来，各部门人注意调整一下啊。那个，你二位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别太紧张，有什么事需要随时呼叫我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个谁，过来。周大爷，来了啊。到时候节目录制的时候啊，别看那些机器，你就看着我就行，就全当我跟你在茶社聊天。是，我一看那玩意儿冲着我就浑身哆嗦，紧张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没事，你就全当在家跟我嚷嚷那个状态就行。哎，别废话。来，大家记好了啊，一定要互动啊，要热情，跟着我们主人公的这个情感呢给反应，不要冷场啊。那个实拍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看我们副导演的手势，好吧？大家准备一下啊。喂，你好。哎呀，廖律师啊，我是马太太。啊，我现在呢正在和韩家谈判呢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忙啊？不是，我上次跟您说过了，我是最后一次帮你了，是吧？您现在你跟别人谈判，你让我去，我算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样吧，你先过来帮我看看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手上真的有很多案子，我自己还忙不过来呢啊！您找别人吧啊，就这么着吧。拉黑你，真是。你先出去了啊，拜拜。干啥呢？喝完了。啊！工作时间愣着干嘛呢？你们都？不是电脑，我就想说，头军是怎么了？怎么和那老头聊这么来劲儿啊？对呀，这几个人，你说跟咱们头什么关系？头一次对当事人这么客气，你说啥关系？你说啥关系啊？那现在台里上上下下都盯着咱们呢，头好不容易发愤图强，好好的想做节目，为咱们谋个好前途，怎么着？你们有意见？有意见？要不跟他聊去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转变的太快，我们得适应一下。啊，对，我刚才去现场，那个小周在，小韩夫妇、小马夫妇呢？哦，那马太太说难得上回电视要美美的，这不化妆还没回来吗？你跟我开玩笑呢吗？节目马上开录了，耍大腕是不是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去找，我去找。我也去，我也去找。哎妈，爸爸，你张姨刚才给我来电话了。不是，这张阿姨是不是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她都认识些什么朋友啊？真有意思，就不帮她怎么着了？谁愿意管那些人的破事儿啊？
旺旺，你别发火呀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吧，他找的那个姓马的那个阿姨，那就是个奇葩。你见过这样人吗？自己的婆婆不去赡养啊，想要送出去，去嫁给别人去，然后还换彩礼钱。你这阿姨啊，肯定是在别人面前许了承诺，现在你不帮忙，对方找她，她有点恼羞成怒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作为律师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，对吧？啊，我去帮这样的人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哎，就这么一次啊，委屈你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回家了吗？哦，在路上呢，我出来买点东西。你爸在家看股票呢，他不肯跟我出来。你早点回去吧。陈律师，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。去哪儿？有个人要问我都说了，你出去不用跟我报备。习惯了啊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现在坐在我右手边的呢，就是周登良老先生，啊，而坐在他对面的便是他的儿子，周翔先生。周翔先生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外地去工作了，现在已经将近有10年了。跟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一样，他工作很忙，1年才能回家1次。于是慢慢的，他发现和父亲的沟通好像变少了，距离开始拉远了。周翔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跟父亲之间的沟通开始产生问题的？要说出问题是从我母亲去世开始。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，以前呢，我有什么事儿我跟我妈说，我妈传达给我爸，我爸有什么想嘱咐我的呢，跟我妈说，我妈再传达给我。现在我妈走了，我爷俩交流越来越少了。我有什么事儿想跟他说，想跟他唠唠，他不跟我聊。我问多了说多了，还嫌我烦。周大爷，小周现在说的他跟你沟通少的这种情况，您是怎么看的？什么沟通少了呀？每天打电话就一件事儿，你吃了吗？吃饱了吗？吃的什么呀？几点吃的呀？你说这一件事儿你就打电话了，还不够浪费电话费的呢。那不是找嗑唠吗？我不问您吃了吗？我问什么？我说您上厕所了吗？几点上的？上出来没有？我能说这些吗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哪有这么多新鲜事？一天到晚给你老打电话说呀我。周大爷，您先消消气啊。您要知道，您的儿子是在大城市上班，他每天的工作压力很大。其实他每天所经历到新鲜好玩的事情，可能比你还少呢。有的时候啊，那亲人之间的感情就是靠着这些看似没有营养的对话来维系的。我相信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，空闲的时间，来给你打电话。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关心你一下，他就是想知道您在干什么。想让您知道他在想您，周老先生，您有没有觉得您对于儿子的感情好像有一些过于疏离，或者说是冷漠了呢？把音乐关小点，别那么大。你说啊，这天底下哪有父亲对自己亲生儿子冷漠的呀？我老伴儿在的时候，就老跟我说，儿子一个人儿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，每天一早7点起床，接着就要赶地铁，有时候忙得连饭都吃不上，晚上还要加班，所以说有点时间能多睡会儿觉多好啊！所以我就想，既然是这样，我那些
陈芝麻烂谷的事儿，就别总老跟他叨唠了。有这功夫，多睡会儿，多吃点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爸，别说这些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听我爸说这些。小周啊，你刚才也听到周老先生说的了，他并不是不想跟你联系，或者说是对你冷漠了，反而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加深沉的爱。他的这种心情和很多现在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、留在家中的父母是一样的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子女在外地打拼，非常累、非常辛苦，压力很大，不忍心再拖子女的后腿，不想给子女再造成任何的负担和麻烦，于是就选择少联系，或者说是宁愿不联系，就是怕拖累自己的子女，希望他们没有负担，走得更远。儿子，当爸的没什么想法。你说我又帮不上你什么，又没什么给你，就希望你能好好的干，工作好，身体好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有出息，我就满足了。爸，你这，哎，你老突然这么一说情，我有点不习惯了。小周先生找到我们节目组，是有一件事情想托付我们。因为差不多就在几个月前，他发现了他的父亲，也就是周登良老先生，似乎有了心仪的人，但是呢，却好像故意在隐瞒自己什么，不想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于是就托付我们去调查。但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反复调查之后，我们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另外2位嘉宾，韩大爷和马大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有请。现在大家看到坐在我左手边的马大娘，她独自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了。她的儿子怕她一个人孤单寂寞，于是就把她接到城里来住。马大娘，您可以放松一些，不用那么紧张。啊，您来到城里住以后，觉得还习惯吗？您儿媳妇对你好吗？习惯，大城市哪儿都好看，我儿子儿媳对我都很好。马大娘，我们节目组有了解到啊，您儿子现在的房子并不算大，同时他的岳母和老丈人也住在家里面，帮助他的媳妇儿来带孩子。自从您进去了以后，整个的空间显得更加狭窄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，只能睡在厕所旁边的行军床上，是这样吗？是我住进来就是给儿子添乱了，他们不容易。确实是这样啊。又想尽孝，但是同时又必须要面对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，这是很多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怎么样？没找到，电话也不接。 4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，我哪儿都找遍了，赵丽那边我都去找了，就。我说你脑子进水了你生怕赵丽那边不知道咱们出状况是不是？你怎么不从楼上跳去呢？姐，这一趴录完就到他们上场了，这找不着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怎么再找去吗？你不是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陈丽姐，那个出点状况，下一部分的嘉宾没找着啊？是不是每次我来你们就出状况？是不是我就不应该来啊？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工作没做好，对不起。
让阳光再撑一下。头，出点状况，再抻一下，抻一下。马大娘，您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说您和韩大爷相识的过程。哦，那是1969年，我19岁，在纺织厂当工人。老韩呢，在厂里干那个保卫，我们俩就这么好上了。这马上就要录节目了，你们俩把我们找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想？就是因为要录节目了，所以咱们才应该碰一碰。前2天我一直在找你们，你们总说没空啊。碰什么？有什么好碰的？当然要碰了，一会儿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儿，咱们就该表态了。这桩婚呢，肯定让他们结了，可怎么个结法，咱们还没有讲清楚呢。先说好啊，这个婚，我们是1万个不愿意。你们呢，也别趁这个机会开什么不现实的条件，我们也不可能答应你。哪有什么条件？这家里老人结了婚，以后啊，咱就是实在亲戚了。常走动，常来往，咱都好好说话。说吧。稍微等一下，我在等我的律师。你的律师？你还找律师了？他这是要来分咱们家产来了。哎，跟这种人有什么可聊的？走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别碰。哎呀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律师。你看这件事情闹得那么大，咱们都背上了不孝顺的名声，请律师来啊，就是为了避免纰漏，免得大家以后都不开心。小海，坐吧，坐吧。不孝顺，哎，坐。我那会儿吧，那姑娘我一点都不认识，是领导安排的。对对。然后我回到村里吧，我就想着，我说怎么能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？结果没等我把这事儿澄清呢，他们家里已经超办的给他办婚事了。结婚那天呀，那鞭炮放的呀，把我这心都给崩碎了。我1个星期都没出屋。不过幸好，我这不来城里看儿子吧？哎，我们俩就碰上了。开始啊，我还真没认出他来，还是他先认出的我。哎呀，我说咱俩还是有缘分。我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啊？他说老伴儿没了，现在跟儿子住在一起。他问我，我说都一样啊。这一来二去，我们就走得近一点。我想这个事儿藏着掖着也不是个事儿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说，儿子，要不让你妈婶儿，我还没把这话头说完呢，我儿子门一摔就出去了，1个不同意，100个不同意。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，这不是找到周大哥吗？大哥把他那房子腾出来，让马大姐在那儿住几天。我也没想到最后就能闹成这个地步啊！行了，你就别说了，老韩啊，咱俩呀，他就是没缘分，咱也别难为孩子了。我走，我回乡下去。往哪儿去？你是别哭啊！这么多人，你哭啥？来，我们暂停一下。啊，头儿，不用停了，这不现在挺好的吗？剪辑一下，然后挺煽情的呀。马大娘，你先缓一缓啊，我们暂停一下，先休息一会儿啊。行吧，撑不下去了吧？赶紧下去。哦，好。小韩人呢？还没找着，尽快。先把人找到再说。三儿，给大家歇会儿啊。哎，廖律师啊，来这边。我是廖望。啊，再搬个凳子吧，来坐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就是我的律师廖望，
他是官事律所，就是城里最牛的那家律师事务所专门派来的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谈了。廖律师，你是不是做个记录啊？我今天只是旁听，你们谈你们的。如果需要一些法律咨询，那我可以提供给你们。啊，也是为今天咱们说的话呢做个见证。关于这桩婚事呢，我们是这么想的：我婆婆嫁到你们家不能随便嫁，按道理呢，我们应该问你们韩家要一笔钱，算是对我婆婆的一份保障。哟呵，那你说这话意思，你还想要彩礼是怎么着？你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现在呢，谁家都不容易，这笔钱呢，我们暂时不提了。我听说你们住的房子是你爸爸买的，那我婆婆嫁过去，肯定就成了老韩太太，是不是应该有一份呢？还有，我婆婆嫁过去，肯定要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、做家务。那将来我婆婆的赡养问题，是不是应该由你们韩家负责呢？不是，这个事儿啊，今后再说。这种事情婚前不说好，婚后就更不好说。哎，你怎么不去抢去呢？这种要求你都提得出来，你到底要不要脸啊你？这不要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们来参加这次节目，就是他们节目组道德绑架来的。哎，你们要这么不要脸，我妹妹也不怕丢人啊。我们就是背着让全世界骂的罪名，这婚也不能结。我告诉你，他们俩要是结婚，我就跟你离婚。没我事，不结不结不结。别着急，别听我把话说完，我只是说说我的看法。你们不同意，你们可以问问律师。廖律师啊，你给评评理，看看我的要求是不是合理。让我说啊。啊。你们先坐下，先冷静一下。马阿姨，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，我实在是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我帮你呢是出于人情，我不帮你也不违反我自己的职业道德。从今往后，你什么事我都不管，你别找我妈了，你找谁都没用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让我来的，你让我说的呀。那你既然让我说了，那行啊，我来给你们普及一下法律知识，什么叫公序良俗。我见过势利的儿媳妇儿，我也见过自私的，见过不讲理的，但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你不想赡养、不孝顺也就罢了，你还拿你的婆婆出来卖钱啊？哎呀，不是的，我们家情况比较……闭嘴，我还没说完话呢。睿智。还有你，什么叫道德绑架？让你来成全、见证你父亲的幸福，这就道德绑架了。你说你但凡早点问问你父亲到底是咋想，听听他自己的处境，你至于闹到今天吗？你说你们家老爷子给你买了房子，给你娶了媳妇儿，还帮你照看着孙子，人家找一个晚年照顾自己的人，怎么了？人做错什么了？你为了你自己的自私自利，去阻碍你父亲的幸福，你安心吗你？人家老周非亲非故，人只是个朋友，处处为你父亲着想，人哪怕把锅往自己身上扣，你作为儿子的，你心里安心吗？还有你们4个，哎，我只见过人家儿女结婚，父母出来谈判的，我还真没见过这父母结婚，这儿女出来谈条件的，不害臊啊？你们谁呀？有资格吗？配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就这么说，你告我呀？哎，我还真就告你了。廖律师，说的不错，你不是在上面录节目吗？让他们4个缓一下，情绪冷静一下，喝杯咖啡，接着再录。赶紧带他们上节目，让电视前的观众都见识一下这4个狼心狗肺。好帅哦！赶紧准备一下吧，15分钟以后接着再录。哎，妈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，我可能彻底把张阿姨的朋友给得罪了。哎呦，得罪就得罪了呗。哎呦，我今天一跟你打电话，我就后悔了。我知道这样逼你啊，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反抗的。你是不是把人给骂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我就是给他们一点最基本的教育。如果他们是欠教育，那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们都支持你。老婆，
老张再来电话告诉他，我们闺女是正经律师，不是律师所的打杂工。旺旺，事情已然这样，那还能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啊，你忙你的工作，这事儿就算了，总算是过去了。其实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今天我不翻脸的话，那这个马太太她就会没完没了，我也摆脱不掉了。那你看看怎么跟张阿姨说吧啊，我先回律所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。你确定？嗯。我们现在遇到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，我觉得我们栏目真的需要一法律顾问才可以。我记得我当时给你提过这个建议，你拒绝了。我改变主意了。不会，我现在想通了，你又反对了吧？阳光，这个可不是儿戏啊！我觉得你得考虑得清楚。谢谢你。